俺家孩子上幼儿园。拿铁这不到年龄要上幼儿园了吗？今儿我跟大胖媳妇在北京走了一圈，给他看幼儿园，给你们呈现一下现在幼儿园有多卷啊，净上花活。家长您好，我是今天负责接待您的铂金咨询师比安卡，很高兴为您服务。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的安保团队 come from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 ，which is America。他们擅长格斗、擒拿。他们曾凭借着咏春的拳、奥特曼的光，徒手穿过了布鲁克林的枪，全方位无死角守护您孩子的安全。国际保安很不错。家长您好，您不用担心，我们的外教均来自发达国家英语为母语的地区，所有的教师都具有超高学历，有来自加拿大的博士老师 Jay， Good morning, class.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fruits. 有来自法国的金牌教师 Alexandra， Bonjour, mademoiselle. Comment ça va? 有来自伦敦的双博士教师 Dickens。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ea. 您的孩子喜欢哪一种口音？我们为您定制。在经过了我们沉浸式国际化口语培训之后，我们的宝宝都有着纯正的伦敦发音。Amazing。Emma。家长您好，您不用担心，我们的膳食均为国际认证的营养师进行搭配，由米其林6星大厨亲自掌勺。米其林真的很不错。除了专业的厨师团队，我们还为宝宝设置了餐前品鉴环节，从肠道健康出发，内外兼修，从根本提升宝宝的成长保护力。我们还有大礼相送，为您的孩子量身定做一份 VIP 快乐成长手册，比如推荐强健肚肚的口粮，让宝宝吸收消化为上，呵护宝宝肠道健康，营养摄取事半功倍，美素佳儿圆圆。荷兰这家牧场鸡翅自然营养真的很不错。这个我倒同意，都说肠道是人体最大免疫器官，那孩子要是肚子强健，体质肯定好。但是你们这个外教，我看着这肠道是有点拥堵呢，是不？是。那是因为他的童年没有喝美素佳儿。这又是一个好问题。关于温度的问题，您不用顾虑，我们幼儿园的保暖设施是原装进口，斩获了俄罗斯年度热布斯尼沃斯奖。我们配备了6个锅炉师傅，24小时全天候待命。白天黑夜火力全开，保证我们的宝宝无宫寒无湿气，出国考编都给力。6个锅炉真的很不错。最后我们一问价，大胖媳妇决定把拿铁送回铁岭寄养。我婆婆的全家在加拿大集体中暑，情况不容乐观。我说咋的了呢？一问说加拿大今年夏天太热了，气温达到了26度，全家人暑中的五花八门。我的公公布莱恩热的好几天不能排尿，就是太阳能让他实现了零排放，不能上班了。我的大姑子玛丽莎被热的内分泌完全紊乱，大姨妈已经持续了19天不走。现在情况最乐观的是小姑子妮蔻，但是也已经请假1个礼拜不能上班了。现在他们那一片很惨呢，就是很多养老用的老人房门口的小牌子一个接一个的立了起来，就写着此房出售，因为很多老人都没挺过去。也就是说，这个街区一到夏天，3伏和3七不一定谁先来，不一定谁先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的室内没有空调。大家可能知道，温蒂在加拿大的工作呀，是在福利院带那些智力有缺陷的孩子。他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落后的非常平等，即使是福利院这种地方，它也没有空调。但是为啥温蒂现在中暑的症状最轻呢？因为他天天带着孩子们去商场蹭空调、看电影、搭积木。其中一个患者呀，阿拉伯数字刚能数到5，但是女性视角电影《芭比》已经看了6遍，看了6遍。但是这些项目呢，温蒂不是很喜欢。他真想去商场蹭的呢是那些 SPA 店、美容店，还有空调，还给他去皱。但是呢，他的单位不给他批这个预算，因为别的活动像看电影啊、搭积木啊，你怎么说对智力的修复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做脸修复的是青春，审核结果认为他不属于这些患者人生最首要的问题。完那天他给我打电话，看我在那做 SPA， 问我你是不是也去蹭空调？我们这儿都有空调，哪儿都有，不用蹭。我在美容院做脸有空调，我回家自己用雅萌护肤也有空调。但是我听完他们被热成这样这个事儿吧，刚开始我觉得有点好笑，后来我是有点焦虑。26度给热成这样，那这仨女的过2天来到41度的北京，能不能出机场啊？不得碰瓷儿啊！然后我一说，我说北京比那热多了，他们说没事儿，不可能有我们这热。大胖媳妇为了佐证中国有多热，给他们看了很多短视频，就咱们可能也刷着过，大马路上摊鸡蛋，车前盖上煎五花。看完之后问他妈你怎么想？温迪说哎妈，中国人挺饿，中国人挺饿的，怎么搁哪都做饭？所以他们现在就根本就不能想象我们这儿能有多热，非常嚣张，要这个周游华夏，要去的省份多达20大几，覆盖了中国大半壁江山。但是因为咱们这个景点啊太多了，记得稍微有点杂，跟我说要去云南看兵马俑，去内蒙古看大熊猫，去海南岛看壮观黄河，去哈尔滨看乐山大佛，就是这么一个路线。还告诉我说这次预算开的挺高，大概准备了就8000到1万的人民币，问我这些地方是不是都能玩好。我说你们仨就是拖这个活着费劲的体质，非整那个特种兵式旅游，最后你们换景点基本就得靠全国各大医院转院。我就寻思这游的得多苦啊！我没吱声，但我准备到了地方告诉他，就是云南的兵马俑下班早，已经回家了。我就给他关酒店，开着空调，吃着西瓜，没美容。呀
雅萌双蛋白美容仪我还真挺爱用，简单3滑，激活半脸的双蛋白，3种能量同时打进皮肤，每一滑都是在提亮皮肤紧致淡纹。我聊会儿天时间，半边脸就打上去了，主打一个高效淡纹，在家也能高效保养。但是我还是有心眼，我看他们这么抠这么虚，还要玩的这么野，我真怕他有点啥事儿。我最近搁这研究意外险，我研究的明白。然后我这几个同事就听我唠嗑，说他们26度热的就不能排尿了。再一看北京这42度的天，就说是温蒂这个保险钱他们请了，就一个小要求，就是这个受益人呢写他们的名。温蒂听说之后特别感动，跟我说，就世界上总有那些好人，热情又慷慨，而且啥都不图，啥都不图。因为你得多喝热水。哎，就我这么一个铁岭石油小公主，伦敦说唱小王叔，江湖 battle 小傲骨，婆媳矛盾小教母，敢问这么一个人物哈，这些年在江湖中到底犯没犯过虎，挨没挨过赌，有没有过自叹唏嘘的低谷？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我曾经跟我学校同学商量好一起投身捍卫女权的行动，最后张彩玲临时掉链子了，用一把刮眉刀把自己刮成走狗的故事。这个事儿让我办的吧是相当不讲究了。我为什么就这么掉链子了呢？这个世界上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亚当受不了夏娃的苹果，嫦娥受不了生活的繁琐，吕布受不了美人的婀娜，黛玉受不了凋零的花朵，尔康受不了聒噪的金锁，彩玲受不了别人的拱火。这个事儿吧，就纯属是拱火拱出来的。我们学校呢，每年开一次学术报告的研讨会，就算是系里最隆重的一个事儿吧，大伙儿都郑重出席，完全系的人都到场。开完会以后呢，还有个酒会啥的。完那年这个大会之前呢，就我们系这几个就是比较愤怒、比较激动的女权主义者们，相当于时代的弄潮儿吧，他们算是就先张罗了一个小会。小会呢，主要内容就是针对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对女性的这个单方面要求做出抵抗。用白话说，他们的点就是啥呢？就凭什么他们认为就是女性在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需要化妆、需要穿高跟鞋、需要去毛，咱们就照做呢？他们是谁？他们凭什么？我当时就一被这么煽动，我火就上来了呢。离离原上草，就怕被火燎嘛。我当时也来劲儿了呢。哎，真的哎，他们是谁？他们凭什么跟他干？完，他们就拟定出了一个计划，就是说在下周这个学术研讨会上，女生都不化妆、不穿高跟鞋、也不去毛，上台。但是你不得突出强调你这个点嘛？所以就每个人还照常穿裙子，因为你要穿一身西服上去，别人也不知道你想表达啥意思，对不？我当时那怒发冲冠的，让人拱火拱的。我说行，没问题，我现在开始我就不脱，我攒着，到时候梳俩辫出场。新时期新女性，毛发档期自己定。结果开会的头一天呢，我就有点怂了，就不让化妆、不穿高跟鞋的事儿吧，我还没啥事儿。就我这个恨铁不成钢的颜值啊，咱说实话，也不是说一管口红和一双高跟鞋就能救得过来的问题。有人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真问题。那能用化妆品和高跟鞋解决的磕碜也不是真磕碜。这俩事儿行，我可以做到破罐破摔无所谓了。但是这个穿裙子不脱毛的事儿，我想想就细思极恐。你说到时候我上台了，完事儿我做 PPT， 然后投影仪一打，我被投射在屏幕上的投影带一圈虚边儿，你说观众以为机器嘚瑟呢。完我就发短信问人家，我说这事儿还算数不？人家咋不算数呢？完我吧也是有一点江湖情怀的，觉得现在掉链子确实有点丢人。完我就硬头皮去了。我不姓张吗？就按姓的开头字母排序，我永远是最后一个上台的。完，所以这一整天呢，我就看着一个个英雄好汉的上台了，我才明白哈，就为什么对于白人女性来讲，这个去毛这个事儿属于就是每日的核心流程呢？就他们的毛发性质跟咱是非常不一样。咱们东方人的汗毛特点呢是颜色较深、质硬稀疏，非常容易集中突破。他们的特点呢是虽然色儿浅，但是柔软细密，花团锦簇。总之吧，反正那天在我的记忆里，他们都是乘云驾雾上去的。台上的他们是金毛的悟空，是散乱的肉松，还是夹着柳絮的春风？台下的彩铃是懦弱的躲避，是糊涂的看戏，还是远离这场宝毛的战役？反正几番轮回，几番纠结吧，我最后是彻底怂了，掉链子了，就快到我时候跑了。我跑到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个化妆品店，我本来想买的是一个就是女士剃毛刀，但是吧，你说你在厕所你啥别的没有，你汗剃它也不好剃呀。那你要不在厕所剃，你没有镜子，你在图书馆剃，你盲剃它也不好剃呀。最后我买了一个刮眉刀，这个刮眉刀虽然效果拙劣，虽然多处冒血，刮没了约定，割断了气节。我是怂包，风不解，拱完火后自己瘪。